我瞒着所有人改了高考志愿，可发誓说一辈子非我不嫁的。两个青梅还不知道，还在等着我对贫困生100次道歉。他们都想好了，要在那天告诉我，其实他们只是心疼贫困生家境贫寒，每一次偏袒他都是出于对他的同情。如今他已经考上大学，他们也不必伤害我了，以后不用再逼我处处认错，也不用再害怕贫困生敏感而每天呵斥我了。开学第一天，他们会满怀欣喜等着我从他们中间2选1，守着我过一辈子，这是他们预想的美好结局。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第99次为了贫困生伤害我的那天，我就瞒着他们改了高考志愿，只为退出只有我受伤的4角戏。以往每次我为了贫困生吃醋而发疯，他们都会对他更偏袒1分，他们觉得这是置我占有欲的绝佳方式。于是这一次我选择了默默隐瞒，随后我改了大门的密码，而后开始清空家里所有和柳如烟、沈幼楚有关的回忆。我将置物架上许多摆件、玩偶都收了起来，扔进一个箱子里，不知不觉东西已经堆满了满满一箱子。我搬着箱子下楼扔到垃圾桶里时，正好撞上从宴会上回来的柳如烟和沈幼楚，他们几乎是一眼就从垃圾箱里看到了那2件头纱。小时候他们陪我玩过家家时，2人都争着做我的新娘，还险些大打出手，最后我只好给他们都买了头纱，他们才没那么剑拔弩张，却还是说以后等结婚的时候，另一个人的头纱就必须扔掉。那时我只是眨巴眨巴眼睛，你们怎么知道我长大一定会娶你们中的一个？2个人瞬间炸了，说必须在他们中间选一个。如今见到我把它扔了，不仅如此，所有和他们有关的东西我居然全都扔了。2个人立马冲上前，沈幼楚性格外放，紧紧抓住我的手，难以置信道：为什么要把你送我们的东西扔掉？是不是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是，你家大门密码的确是我们告诉小彻的，但你们不是朋友吗？我们想着告诉他也没什么，他就算拿了你的东西，我们也转账了，钱你不是都收了吗？柳如烟性格清冷内敛，此刻语气也有些颤抖。阿泽，就这点小事，你生气就算了，为什么要扔东西？至于做的这么绝吗？我把他们的东西扔掉就做的绝了，他们就破防了。那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早就瞒着他们改报了高考志愿，只为永远离开他们呢？他们不是要疯，我没有生气，只是这些东西都发霉了，当然要扔掉。我语气平淡的开口，望着他们的眼眸平静如水。你真的没生气了？2人异口同声道。我摇头，没有，毕竟以后这2人都和我没任何关系了，我有什么气好生的？闻言，沈幼楚立马松了口气，柳如烟眉宇也松了松。既然发霉了，扔掉了也好，以后我们再给你买新的。我没开口，只嗯了一声，淡漠的转身离开。看着我的背影，沈幼楚还是看出了不对劲，他知道我是在口是心非，有些烦躁的抓了抓发丝，和柳如烟对视一眼，无奈的扬了扬下巴，要不要去？柳如烟眼眸低垂，看不清他眼底的深意。你去。他的声音冷冷的。沈幼楚刚走出一步，不知想到什么，还是顿住了。算了，反正开学那天我要做选择的，我要是还生气，就到时候再跟他解释顾彻的事情。柳如烟点了点头，2人各回各家。一连好几天，柳如烟和沈幼楚都没来找我。通过顾彻没有间断过的朋友圈，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在陪着顾彻完成毕业后的心愿清单。从没去过的游乐园、好奇的天文馆，只能从书里看到的长城，他们都一一带顾彻去体验。我挨个看过去，甚至还有心情点个赞。直到这天，我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刚收起录取通知书，柳如烟和沈幼楚就一起敲响了我的门。阿泽，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的到了吗？一起去拿。我神情淡淡，向来温柔的眼里现在只剩下冷漠。不用了，我的已经送到了。说完就要关门，柳如烟连忙用手抓住门。等等，我订了个包间，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沈幼楚也跟着拦住，一起附和。吃完后顺便一起去采买一下开学物资。我不想去，但2人不肯走，还不肯让我关门。没办法，我只能点头答应，跟着他们走进一家火锅店。辛辣的味道钻入鼻腔，我下意识揉了揉鼻子，眼睛有些泛红。预定的座位上，顾彻已经在下菜了。你们终于来了呀，锅都烧开了，我都等你们好久了。看见顾彻，我下意识皱起了眉。沈幼楚连忙解释，阿泽，小彻说他也要采买物资，我们就叫他一起了。柳如烟却是仔细看了一眼我的神色，再次道，我们以后都是同学，就想着多照顾照顾他而已。再多解释我都已经不想再听了，我只想赶紧吃完饭，赶紧买完东西回家。可坐在桌前却一口都吃不下去，一个红汤锅里辣椒多得吓人。顾彻吃得过瘾，可我从小就有胃病，吃不了辣，勉强吃了几口，胃里便烧得火辣辣的疼。我叫来服务员想加几道菜，偏偏菜单刚拿到手，顾彻就又抢过去加了几道更辣的。柳如烟和沈幼楚也是含笑看着他，完全忘记了我吃不了辣这回事。这下我可以看出顾彻完全就是故意的，我没再像以前那样反抗，然后2个青梅又开始维护顾彻指责我，这种把戏我已经厌倦了。于是我只默默喝着白水，一言不发。去商场买开学必备物品时，我在东庄区来回逛，选了好几件厚衣服。柳如烟注意到了，开口提醒，华大就在本市，四季如春，用不到这些厚衣服，你不用买这些。华大，我要去的可不是华大。我没有解释，随口敷衍，我知道这些衣服看着还可以，出去旅游可以穿。柳如烟微微蹙眉，动了动唇，却还是什么都没说。回去的路上，顾彻犹犹豫豫好久，才扯了扯沈幼楚和柳如烟的衣袖。幼楚，如烟，我可不可以不回去啊？他咬了咬唇，微微垂着的眼眸里还泛着水光。我住的那边贫民区最近治安不好，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很害怕，提心吊胆的。说着，他祈求的抬眸看了沈幼楚和柳如烟一眼。当然可以，你来我家住吧，我家房间很多，随便你挑。沈幼楚一时心软，大气的保证。柳如烟也轻轻了一声，来我家住一段时间也可以，很安全。顾彻瞬间止不住笑容，连连道谢，还不着痕迹的看了我一眼。谢谢你们，你们对我真好，我还没住过这样的好房子呢。我靠在车窗上，充耳不闻，目光漫无目的的眺望着远方。顾彻住在哪都好，都跟我没关系。第2天早上，我接到了陈父陈母的电话，阿泽，你真的想好不去华大了吗？虽然北大更好，但你和如烟、幼楚不是约好了上一所学校的吗？这2小姑娘从小就黏着你，你消失1个小时，她们都受不了。要是知道你换学校了，不得发疯。我皮笑肉不笑，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以前的确是因为约定我才想上华大，但北大有我更喜欢的专业，这是我的人生，我自己选择就好。闻言，陈父陈母也没再劝了，只关心的唠叨几句。既然
然如此，这段时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好好的，等我们出完差忙完这段时间就回来陪你。对了，爸妈给你买的开学礼物到了，记得去拿呀。好，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笑着挂断电话，而后打开手机短信，果然发现10分钟前快递的确给我发了取件提醒，快递放在门口了，请签收。我连忙起身去开门，却发现门口却什么都没有。正满头疑惑要给快递打电话时，彻突然从柳如烟家出来，晃了晃手里的东西。阿泽，你是在找这个吗？而他手上晃着的，赫然是一把小提琴。刚刚看到你门口有快递，我就帮你拆了。这是你爸妈送的吗？好漂亮的小提琴啊，我也好想拥有，你能送给我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满眼放光的摸着手上的小提琴，不肯撒手。我从没见过如此没有边界感的人，一时之间都差点怀疑自己听错了。没人告诉你不要随便乱拆别人的东西吗？既然那么喜欢，你不会自己去买吗？闻言，顾彻瞬间红了眼圈，啜泣道：你明知道我的家境买不起，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我没空去看顾彻的表演，也懒得和他多说，直接伸手去拿小提琴。顾彻却死死抱着小提琴，一副十分喜欢的样子，不肯撒手。争夺之间，也不知是谁先放手的，泛着漂亮光泽的小提琴咚的一声摔在地上，完美的琴身裂开一道难看的缝，十分显眼。我再也忍不住发了火。顾彻听见吵闹声，柳如烟快步走了出来，隔壁的沈右楚听见动静也立马冲了出来，而两人冲出来，立马映入眼帘的就是顾彻那张梨花带雨的小脸。他们一起跑到他面前，怎么了？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谁欺负你了？他吸了吸鼻子，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腔。不怪阿泽，他自己不小心把刚买的小提琴摔了，难过是应该的。我突然出现，他才泄愤似的对我发火，还推了我一下。不过我不生气，只要他能开心一点，我怎样都甘愿。我把小提琴摔了，我为了泄愤对顾彻发火，还推了他。明明顾彻说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懂，可组合在一起，我脑海里却只剩下2个字：荒唐。真是天大的荒唐！我以为顾彻只是绿茶，没想到还能人品败坏，把黑的都能说成白的。还没开口，沈右楚立马黑着脸对我斥责道：陈泽，你就算要耍大少爷脾气也不是这样耍的，给小彻道歉。柳如烟也冷冷的附和：阿泽，你实在做得太过分了，赶紧道歉。我太阳穴都被气得突突直跳，拼命才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道歉。柳如烟，沈右楚，这个楼道有监控，你们要看一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吗？闻言，顾彻立马急了，哭得更加的厉害。如烟，右楚，你们不要怪阿泽的，我真的没事，你们这样为我出头，以后我的不能和阿泽做朋友了。闻言，柳如烟立马拿出纸巾，温柔地擦了擦他脸上的泪水，还拍了拍他的背。没事的，不是你的错，别哭了，乖。沈右楚更是冷冷看向我，看看你是怎么做的，再看看小彻是怎么做的，简直高下立见。说完，两个人就护着哭得梨花带雨的顾彻，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只觉得胸口郁气难解，只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很快我就能不和这3个人见面，和他们再无任何干系了。3天后是原本就定好的同学聚会，我刚到，就有不少同学好奇地看向我身后，随后眼里写满了失望。阿泽，2个校花怎么没来啊？他们不是你在哪，他们就跟在哪的吗？是啊，听说你们都考上了华大，开学第1天你就要在柳如烟和沈右楚中间选一个，你想好选谁了吗？我还没开口，就有几个平时一直针对我的同学抢着回答，选谁？还有他陈泽选的机会吗？柳如烟和沈右楚现在更喜欢顾彻，你们怎么还问他这话呀？还没看明白吗？那群人哄笑着，等着看我的反应。本以为我会生气，但没想到我一句话都没说，连眼光都没给他们分一个。那群人吃了瘪，还要继续挖苦，始终沉默不语。这时包厢门推开，柳如烟和沈右楚一左一右，犹如2大女王护在顾彻身边，推门进来。那群人连忙看向我，又开始哄笑起来。现如今大小姐们都不喜欢他了，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好拽的。他那哪是拽，是丧家之犬，哈哈哈哈！你看他好像一条狗。班长抹了抹额头的冷汗，连忙打着圆场，大家都到了，聚会就开始吧。聚会上，众人吵吵闹闹着，柳如烟细心的脱下外套披在顾彻身上，这里冷气足，多穿点。沈右楚做的放肆不羁，手上拿着的水果刀耍出了花，刷刷几下，果皮都利落的掉进垃圾桶里。没一会儿，一碗水果就出现在顾彻面前，他懒洋洋的开口：多吃点水果，少喝酒。他们体贴至极的照顾顾彻，顾忌着上次的事情，都没有朝着我的方向看一眼。我坐在角落里，平静的吃着果然，神情里写满了不在意。中途有人起哄着要玩真心话大冒险，我本不想参加，却被强行拉入局。玩了几轮后，我输了。来，轮到陈泽给大家分享秘密了。秘密，我在心里轻笑一声，眼神从柳如烟和沈右楚身上掠过，随后淡淡道：我的秘密就是在开学那天，我会扔掉2样东西。众人没听出我的言语里的深意，有些兴致缺缺。这可不算什么秘密啊，丢东西算什么秘密？这局勉强算你混过去，下次可不能这样敷衍了呀。我点了点头，但也没解释。但很不巧的是，下一局输了的又是我。一时间，包厢里众人都在起哄：阿泽，这次可不能那么轻松放过你了呀。我们想个男的，不如就问柳如烟和沈右楚，你到底会选谁做女朋友啊？这个问题一出，包厢里人人探着脑袋等答案。柳如烟紧张的一连喝了好几次水，沈右楚也不遑多让，拳头攥得紧紧的，一刻都没有松开。我看了他们一眼，有些诧异，如今满眼都是顾彻的他们，竟然还会紧张我的答案。我冷笑一声，2个都啊！我话还没说完，顾彻就惊呼一声，众人回头望去，只见顾彻竟不小心将酒泼在了身上，酒液瞬间打湿了他的衣领，纯白的衬衫如湿后紧紧贴在皮肤上，内衣的轮廓依稀可见。柳如烟和沈右楚脸色微变，一个连忙拉紧了顾彻身上披着的外套，一个连忙清出一条路，领着他去换衣服。游戏被迫中断，话题中心不在，众人也就没了继续玩下去的心思。有些人小声议论着说想走，班长连忙招呼众人，大家先别走，老师还买了很多烟花，让我们大家一起去江边放，祝贺我们开启新征程。闻言，刚才小声说着想走的人也就哑了声。等了好一会儿，顾彻才被柳如烟和沈右楚护在中间，姗姗来迟。只见他穿着一条层层叠叠的高定衬衫，是柳如烟买的，而脚上的皮鞋竟镶了钻，有饰无价，是沈右楚送的。他光彩耀人的登场，犹如一个高雅的王
房子。众人交头接耳，纷纷惊讶地发出艳羡的声音。要知道，这条衬衫和这双鞋可都是 C 家的新品高定，唯有我只简单扫了一眼，便没再关注。一行人热热闹闹地走去放烟花，朵朵绚烂的烟花在漆黑的天空绽放，几乎所有人都在默默许愿，只有顾彻冲着江面大声喊着，希望柳如烟、沈右楚的心愿都能成真。闻言，柳如烟一向淡漠的眸子忍不住有些动容，沈右楚则是笑得肆意，还心软地揉了揉顾彻的发丝。你怎么这么傻？谁许愿是为了别人的？顾彻转过头，嘟了嘟嘴，笑着望着两人。可你们在我心里就是最重要的人了。柳如烟和沈右楚都有些失笑，不约而同的开口，你也是我最重要的人。我只觉得空气里都充满了甜到腻人的味道，不愿意再待在他们附近。于是我转身去了角落里，一个人静静地欣赏着烟花。顾彻发现后，立马扯了扯柳如烟和沈右楚。阿泽好像不开心，连烟花都没放，我们去哄哄他吧。上次的事情我已经不生气了，你们也不要生气了。闻言，柳如烟眸色深深，脚像是在地上生根了一样，一动不动。沈右楚也偏过头，不看我，也不肯动弹。哎，既然你们不肯去，那我就去哄哄他，给他一个惊喜。说着，他笑着抱起一捧烟花，在靠近我的身后时悄悄点燃，随手一起扔到我的头上。砰的一声，烟花炸开啊！众人纷纷望去，只见我全身都着了火。阿泽，柳如烟和沈右楚心口一紧，疯了一般的跑过去。再次醒来时，我睁开眼睛，入目一片洁白，鼻尖闻到了浓浓的消毒水味。我刚动了一下，全身疼得厉害。换药的护士连忙阻止，别动，你身上烧伤严重，好在送来的及时，也植了皮，才不会在身上留疤，不然你这么好看的一张脸，这么白的一身肌肤，可是彻底毁了。我想到昏迷前的一幕，只觉得心口阵阵发寒。我真的不知道人怎么能恶毒到如此程度。我想开口，可浑身的疼痛让我没有力气。这时护士又道，对了，当时是两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送你来的医院，他们送过来的时候你昏迷了，没看到他们急疯了。这几天你昏迷多久，他们就守了你多久，刚刚才被劝去休息，要我们去叫醒他们吗？他们要是知道你醒了，一定很开心。我连忙阻止，不要，我不想见柳如烟和沈右楚。护士点了点头，推着换药的车离开。可没过多久，得知消息的柳如烟和沈右楚还是匆匆赶来了。他们平日里都有洁癖，可如今却眼里布满了血丝，衬衫也好几天没换，满眼都布满了心疼。在看到我的那一刻，眼里还有着颤抖。阿泽，你还好吗？对不起，是我们没保护好你。我还没开口，柳如烟就再次开了口，递上一大沓手写的道歉信。阿泽，我知道你很疼，这次的确是顾彻做错了，不过他也不是故意的。这些天你昏迷了多久，他就愧疚了多久，一直在想着怎么跟你道歉，你就原谅他吧。听到这番话，我掌心都在泛寒，受伤的是我，他愧疚，难道也要我来负责吗？阿泽，我不是这个意思，顾彻他只是想和你道歉，想要道歉，可以啊，让他过来，跟我受一样的伤。话毕，我闭上眼睛，不想再看他们的脸。沈右楚蹙了蹙眉，声音尽量温柔，阿泽，你不要这么咄咄逼人，小彻真的很自责。自责？我笑出泪来，他那么自责，你们心疼就去看他，留在我的病房干什么？我的眼里满满的冷漠，仿佛拒人千里之外。柳如烟和沈右楚对视一眼，无奈的叹了口气，他们知道现在自己说什么我都听不下去。沈右楚无奈的说，阿泽，我找了全市最好的医生和你诊治，不会留疤的，你放心。柳如烟也跟着开口，我留了柳家的保镖在这，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就直接跟他们说，我们每天都会来看你。说完，两人深深看了床上闭目养神的我一眼，迈步离开。他们离开后，我咬着牙，疼得大口大口呼吸着。自从醒来那一刻，麻药就失效了，全身都像是刀绞一般的疼。我一直都强行忍着委屈和疼痛，不肯发出一点脆弱的声音，直到不知过了多久，陈父陈母匆匆赶来。阿泽，是不是很疼？父母关心的话语刚出口，我再也忍不住，忍了许久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出来。爸妈，我再也忍不住痛哭出声，我好疼。陈母心疼的抱住我，心疼的不成样子。陈父则是脸色黑沉，用力的拍了拍桌子，真是引狼入室，那个顾彻肯定是故意的。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撤销对顾彻的资助，也会尽量找证据，追求他的所有责任。过了许久，我的情绪终于稳定了下来。陈父陈母也因为工作不得不离开。阿泽，好好养伤，爸妈工作忙，就先走了，但绝对不会放过他的。陈父陈母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开，病房里再次空荡冷清下来，我却不如之前那般难过，心里暖暖的。我闭上眼睛，才刚刚酝酿出睡意，一阵敲门声响起，还没来得及出声，就听见病房门被推开了。这次来的是顾彻，他哭得梨花带雨，眼泪大颗大颗滚落，啜泣着开口，对不起，阿泽，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不能没有陈家的资助，我也不能坐牢，我活不下去的。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道歉的话语说了无数遍，我却听不到一句真心诚意。如果不是撤掉了对他的资助，如果不是追究他责任，他还会来道歉吗？不用想都知道，我不想看见他。伸手按了按一旁的护士里，护士姐姐，我不认识他，他吵到我休息了，麻烦你帮我轰走他，谢谢。闻言，护士眼里瞬间提起警惕，连忙抓着顾彻的手，请他出去。顾彻脚步跌跌撞撞，一边被推着还一边恳求着。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两个声音，不准动他。柳如烟和沈右楚连忙扶住顾彻，轻声问，你还好吧？我没事的。他故作轻松地摇了摇头，红红的眼圈却揭示了一切。阿泽不愿意见我，我还是走吧。他话是如此说，却没有丝毫动作。见状，两人连忙抓住他的手，再次闯进病房。沈右楚再次劝道，阿泽，小彻是真的很自责，撤销资助便算了，追究责任真的过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顾彻抓住沈右楚的手，哭得梨花带雨。右楚，你不用帮我说话了，我虽然不是故意的，但要不是我，阿泽也不会受到伤害，还植了皮，受那么大的痛苦。我也知道他不会轻易原谅我。说着，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把刀，眼眸里含着泪水，决绝地看着我道，阿泽，你说过的，我也受到伤害，你就愿意原谅我了，对不对？说完，他就握着刀，朝着手臂上狠狠划去，鲜红的血液瞬间涌出，深深刺痛所有人的眼睛。眼看着他又要划下第二刀，柳如烟眼眸一缩，立马从顾彻手中夺过刀，用力往自己手臂上狠狠划了一刀。我替他来，沈右楚也不甘落后，接过刀划在自己手臂上，两刀不行还有我也替小彻承受。我躺在病床上，看着两人
争相为顾彻受伤的模样，一时间只觉得有些恍惚。我真的认识面前这2个人吗？他们3个青梅竹马10几年，顾彻才出现1个月而已，怎么能变得这么快？眼前的3个人还在争来争去，我压抑住酸痛的心口，眼眸低垂，终于开口：我不接受道德绑架，原不原谅是我的事情，现在我要休息，请你们离开。我声音冷若冰霜，即便面前3人手臂血流不止，神色也没有丝毫改变。柳如烟和沈幼楚对视一眼，都能看到彼此眼里的诧异，他们没想到我会这样冷漠。顾彻眼泪不住的往下掉，眼睛都哭得红肿了。对不起，对不起。柳如烟轻哄着擦干他脸上的泪水，乖，别哭了，不怪你，还有我们在。对，陈家不资助了，还有我们在，不用担心之后的学费，至于剩下的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会想办法让你脱罪。沈幼楚跟着劝道。听到这些，我闭上眼睛，嘴角嘲讽的扯出一抹笑。我自然知道，只要他们想，他们自然可以保住顾彻，那么来祈求我的原谅，又是为什么呢？故意在我面前上演一部你侬我爱的恩爱戏码吗？我在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柳如烟和沈幼楚几乎每天都来看我，我每次都拒绝见面，没办法，柳如烟和沈幼楚只能每天把买来哄我欢心的礼物和我爱吃的零食放在门口，等待着有人进去时能顺带着送进去，但每次都是被我送给值班的护士。一直到出院那天，柳如烟和沈幼楚来接我，阿泽伯父伯母在外面出差，我们来接你。我看都不看他们，转身就要换个方向离开。柳如烟沉了沉脸色，一把抓住我的手，阿泽，因为你不开心，最近我们都没见顾彻了，你不喜欢他还情有可原，为什么连和我们的关系也这么生疏了呢？闻言，我却忍不住的觉得可笑，是我故意生疏的吗？难道不是他们一步一步把我往外推，强行和我分割开来的吗？我只笑了几声，没有回答。沈幼楚将车开过来，堵在门口。阿泽，你要是不上车，我们就一直堵在这，我敢保证这条道上的所有车都无法通行。仿佛验证他的话，很快不远处的汽车就抗议的按了几下喇叭，接下来是第2辆、第3辆，越来越多。沈幼楚打开车门，抱歉，我哄一下人，等他原谅我，我就马上把车开走。我不想妨碍交通，只能上了车。而一上车，2人就开始疯狂献殷勤。阿泽，你看，这是你最喜欢的那家蛋糕，你不是一直想吃吗？我排了好久的队呢。沈幼楚像只寻求夸赞的小狗，举着草莓蛋糕，眼睛亮晶晶的。不用了，我现在不喜欢了，太腻。我冷冷的拒绝。柳如烟又将一盒包裹精致的药膏推到我面前，没关系，不喜欢就不喜欢了，这是我找国外知名医学教授买的药膏，你涂了对伤口恢复有好处。我又将药膏推了回去，不必，医院开了药，用不上这些。无论2人怎样献殷勤，我都一一拒绝。突然，我感觉座椅夹缝里好像塞了什么东西，我摸出来，是一张纸条，纸条上娟秀的字体写着小车王子的副驾，我不由得嗤笑一声。沈幼楚连忙抢过那张纸条，用力撕碎。阿泽，你别误会，这是我上次游戏输了，匆忙的动作，像是生怕我误会。我却丝毫不在意的轻笑了一声，和我无关。我兴致缺缺的闭上眼睛，不在乎他们的反应。沈幼楚脸色瞬间变了，怎么会无关呢？你忘记之前答应过我们什么吗？开学第1天要做出选择的。柳如烟清冷的眸色微动，也忍不住询问，你选好了吗？我瞥了他们一眼，这话你们去问顾彻似乎更加恰当一点。为什么要问顾彻？我们对他没有那个意思。阿泽，你是不是误会了一些什么？2人神色骤然变了，纷纷急着解释，我却不想再听。我闭上眼睛，头抵在车窗玻璃上，充耳不闻。柳如烟和沈幼楚也不敢再说话打扰我，只是2人对视一眼，只觉得我好像变了很多，变得愈发不在意他们。这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想解释，但又一时间不知道从何开口，于是只能安慰自己，等开学那天就好了。我刚到家，接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阿泽呀，你这次考得很不错，是咱们市的状元，学校想请你回来给学弟学妹们做个演讲，教授一下学习经验。我犹豫了一瞬，如果我去演讲，那么我改志愿的事情就瞒不住了，但我只迟疑几秒，便答应了下来。志愿改了这件事，他们早晚要知道，只是为了避免麻烦，我才一直瞒着。但这件事已成定局，他们抓狂也改变不了什么，我不能因为怕他们发现就畏首畏尾。比起这个，我更想给学弟学妹分享一些学习经验。想到这，我花了3天时间，充分的准备了这场演讲。然而，就在临上台时，柳如烟和沈幼楚拦在我面前，挡住了我上台的路。沈幼楚有些不自然的开口：阿泽，这次你不需要上台了，要不和我们一起出去吃点东西吧？或者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们带你去。我望着表情有点紧张，眼神往角落瞟了好几次的他，疑惑地问：什么意思？柳如烟沉默几秒，这才接过话头：小彻很想锻炼自己演讲的能力，所以我让父亲出面，把这次演讲机会让给了他。柳父投资了几栋楼，临时换个演讲人选而已，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这时，台上传来了顾彻清脆的声音，我循着声音抬眸望去，发现顾彻赫然出现在台上，望着正愣出神的我，柳如烟和沈幼楚都不由得提心吊胆的，他们等待着我发火生气。然而等了好一会儿，我却始终冷着脸，没有任何生气的反应，已经准备好的各种应对手段，此时都没有派上用场。我只是笑了一下，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真可惜，柳如烟、沈幼楚，你们错过了最后一次得知真相的机会。开学当天，我爸我妈特地赶了回来。阿泽，行李都准备好了吗？北大离京市这么远，3000多公里呢，该带的可一定要带上。我妈操心的反复清点行李的数量，我爸也关心的说：爸爸送你去机场吧，你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爸爸不放心。不用了，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已经长大了，爸妈你们工作忙，不用管我的。即便我这么说，我妈却还是有些不放心，抹了抹眼泪，声音带了点哭腔：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放心？华大就在本市，你却要走那么远。我笑着抱了抱我妈，妈，我只是上个学你就哭成这样，万一我以后出去工作，你岂不是得哭晕过去？我妈这才想起什么，连忙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阿泽，其实家里在你小时候给你定了一门亲事，但柳如烟和沈幼楚这2孩子从小缠着你不放，我们也一直以为你会娶他们中的一个，就一直没提。现在看来，他们也不适合你，那孩子也在北大念书，和你一个学校。虽然现在不讲究什么娃娃亲了，但要是你们处得来就处，处不来你有什么事找他帮忙，也好有个照应。说着，我妈将那张纸条放在我手心，我刚要推脱拒绝，柳如烟和沈幼楚突然走了进来。伯父伯母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阿泽的。在场几人都知道2人是听差了，误以为
以为是在说他们，但每个人都沉默着，没有一个人告知真相。我平静地将纸条放进自己口袋里，说：“妈，你放心，我知道了。”我妈擦了擦眼泪，应了声。我爸也忍不住红了眼。柳如烟和沈幼楚对视一眼，不明白他们怎么哭成这样。叔叔阿姨，华大就在本市，阿泽虽然住宿，但是周末还是可以随时回来的。他要是想家，我们也可以天天送他回来。我爸我妈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柳如烟和沈幼楚也没看出异样，连忙去我的房间殷勤地帮我提行李箱。可进去后，两个人都吓到了。柳如烟有些讶异道：“不就在本市吗？随时可以回家，带这么多衣服做什么？我怎样都跟你无关，我衣服多本就正常。”我随口敷衍过去。沈幼楚跟着接话：“对，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等手续办好了，我再带你去买点。”柳如烟没再开口，而是随手提起一个行李箱，素来清冷的脸上如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阿泽坐我的车走吧。犹豫了一下，他吞吞吐吐地继续道：“我在学校给你准备了惊喜。”沈幼楚连忙抢走他手中的行李箱，还是坐我的车吧，我也准备了惊喜。两人一左一右地拉扯着我，争夺之间，突然不知是谁的电话响了。如烟，幼楚，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出了车祸，呜，是顾彻。柳如烟和沈幼楚瞬间神色大变，连忙着急地问：“你怎么样了？怎么回事？有没有受伤？”顾彻啜泣的声音从那头传来：“我没事，就是吓到了。”柳如烟当机立断：“你别动，在原地等我马上来找你。”沈幼楚也安慰道：“别害怕，有我在，我过来找你。”挂断电话后，他们才想起一旁的我，还没等他们开口，我先一步打断他们没说出口的话：“不用你们送我自己去学校。”柳如烟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那到了学校记得打电话给我。”沈幼楚也吞吞吐吐道：“阿泽，你说过开学第一天要在我们中选一个的，别忘记了。”我始终冷淡地望着他们，没有点头，也没有回答。两人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沈幼楚的手机又响了，那头的顾彻哭得梨花带雨，又是说自己害怕，又是说自己腿疼，两人这才不得不离开。走之前，他们还不忘将我的行李搬到陈家司机车上。柳如烟和沈幼楚一步三回头，都再三提醒我记得联系他，然而我始终没有回复一句话。终于，两人各自上了自己的车，而我也上了车。刚坐下，我的手机就微微一震，我打开后才发现是顾彻发来的。陈泽，看清楚了吗？只要我一个电话，他们还是会抛下你，就算你成为他们的男朋友也一样。你要是还继续资助我的话，我就考虑将其中一个让给你。看到这句话，我嗤笑一声，指尖敲下几个字：不用，这两个我都不要了，全送你了。发完后，我利落地拉黑了顾彻，随后是柳如烟、沈幼楚，最后我将手机卡掰碎丢掉，重新从包里拿起一张新卡换上。第一个便是输入我妈刚给的娃娃亲对象的号码。司机踩下油门，汽车朝着和另外两人相反的机场方向开去。我看着飞驰的景色微微一笑，这一次我将彻底开始新的人生。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心想，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我要开始我全新的人生了。而这一部分的人生里，没有柳如烟和沈幼楚的参与。这边的飞机刚刚起飞，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柳如烟和沈幼楚都手捧着鲜花，站在华大校门口，脸色越来越黑沉，迟迟没有看到陈家的车，他们心里的预感越来越不妙。不知为何，他们心里都有种不安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逐渐扩大。一个念头油然而生，那就是我不想接受他们的表白，说不定我只是换了一条路进校门而已。他们几乎不敢去想另一个不可能的可能。身后摆着的无数鲜花，吸引了不少学生的视线，甚至有些好事者将他们拍下来发到学校论坛里去。咱们学校的新生美女们，第一天就搞这么大的阵仗，这是要向谁表白呀？啊，我死了！到底是谁这么幸福啊？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他们长得各有风格，一个清冷孤傲，一个热烈肆意，不会是要向同一个男孩表白吧？现在他们还在校门口吗？我也去看看。无数人看到这条论坛后，连忙赶过来围观，围着的人越来越多，围观群众也纷纷低声议论着，似乎都想知道到底是谁能有这样的好运气，居然能被这样两个极品大美女表白。柳如烟不知道打过多少遍我的电话了，对方始终没有接听。沈幼楚脸色也黑成了锅底，他把我拉黑了，根本联系不到他。他用力地攥着手机，几乎要硬生生将手机捏变形。很显然，柳如烟泛着凉意的眸子也写着一样的烦躁，我也一样。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可能这样不联系他们，一定是我出什么意外了。提前准备好的鲜花、钻戒等各种礼物都被随手扔在原地。柳如烟不顾一切地飞奔回家，沈幼楚也急忙在学校里找我。陈家的门再次被敲响，这次过了好久才有人开门，不是我，是家里的佣人刘小姐，请问有事吗？看见佣人的身影，柳如烟眉头紧蹙，一时间哑了声。沉默一瞬，她才开口：阿泽还在家里吗？说着，她的眼神还往里探了探。房子里并没有我的行李箱，也没有我的身影。佣人满头雾水：柳小姐，少爷他早上就跟你们一起出门了呀，现在怎么会还在家里？柳如烟轻了一声，又接着问：伯父伯母还在家里吗？我有问题想问他们。先生太太在你们出门后就去外地出差了，不在家里，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们。佣人老实回答，随后缓缓关上门。柳如烟眼眸深沉，手指攥紧成拳头。如果电话能打通，那就好了。她自言自语道，无端有些落寞。难道我是真的不想答应他们的表白才躲避的吗？明明他们处理好顾彻的事情，就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学校准备惊喜，为什么还是慢了一步？只差一点点，他们就可以解释清楚的。柳如烟失魂落魄地返回学校，然而另一边的沈幼楚也没有好到哪去，他到处问有没有认识我的人，路过的同学都摇了摇头。有好心的同学开口提醒，姐妹儿，你这么找也不是回事啊，你要找谁去学生办问问，或者去教务处查一查，让他们进系统里查，这不快老多了吗？沈幼楚一时间急得昏了头，连连道谢，他真是蠢了，居然用这样笨的办法找人。得到指点后，沈幼楚连忙跑去教务处，找到负责学籍管理的老师，老师，我的男朋友也是学校的新生，但一直到现在都失联了，我想找您帮忙查一查他登记入校了吗？老师犹豫好久，直到沈幼楚表示可以捐赠一栋图书馆，才眉开眼笑的答应。他在系统里查了好几次，都没有查到我这个人，就连一个重名的都没有。这时老师也有些不确定了，这位同学呀，你确定你男朋友是叫这个名字？陈泽，没打错吗？他指着屏幕上的名字反复确认。沈幼楚连忙点头，是没错，我怎么会记错他的名字？
这下该轮到老师心慌了，他下意识查了查新生录取名单，一连找了好几遍，连带着沈幼楚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次，才下结论。同学，你说的陈泽并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我们今年录取的学生并没有这个人，包括往年的也没有这个人，系统的记录不会出差错，是不是你男朋友骗你了？要是真骗你了，可得赶紧报警了。老师关心地说。听见这番话，沈幼楚只觉得如遭雷击，脑海中回荡着轰隆的雷声。他都听到了什么？华大没有录取他，那他去了哪儿？以我的成绩，不管去哪个学校都是被争抢的存在，绝对不可能存在什么落榜的行为。究竟发生了什么？刹那间，沈幼楚只觉得自己的脑子生锈到无法思考了。这时，柳如烟接到消息，也赶了过来。她浑身的气势冷得出奇，几乎没有几个人敢靠近她的，都恨不得离她千里之外。怎么样了？她冷冷地问，明显情绪不佳，心里憋着一股气。沈幼楚摇了摇头，将刚才得知的消息全盘托出。柳如烟眸色一深，眼眸微缩，她究竟去了哪儿？她要离开我们？两人心中都不由得升起这个念头。沈幼楚难以接受的眼眶微微泛红，一时间有些站不住，高大的身躯小幅度摇晃了几下。柳如烟也没有好到哪儿去，早在来学校的路上，她就把每一种可能都想过了。她甚至想过，我只是吃醋赌气而已，但根本没想过我会离开他们。一时间，两人都有些无法接受这一点。有那么一瞬间，他们都在想，是不是他们将我逼得太紧了，才让我这样的？但下一刻，一个男生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思考：“大美女们，校门口有个男孩捡起了你们的礼物和花，说认识你们，你们快去看看吧。外面都下雨了，林生病了可不好啊。”闻言，柳如烟和沈幼楚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里的惊喜和激动。沈幼楚一时间有些喜出望外，连忙出门冲去校门。柳如烟走在后面，但脚步也不由得快了许多。是他吗？他们心里都产生了这个不可能的幻想，说不定真的是我和他们开了个玩笑，不在一个学校也没关系，只要我还愿意接受他们的表白就好。两人心里不约而同的想。离校门口越来越近，沈幼楚的心砰砰乱跳着，柳如烟也紧张的不得了。直到校门口抱着2束鲜花的男孩转过身来时，他们都愣在了原地。怎么是你？